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身上长痣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只要不是长在脸上或是身上显眼处，也就无所谓它怎么长。所以大多数人并不太关心这些痣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。相学上称，每一颗痣的出现或消失，都代表近段时间会有不平凡的事情发生，可能是好事，也有可能是坏事。若是善痣，则好运来临；若是凶痣，则祸事连连。今天大佬给大家介绍一些身上哪些痣是凶痣。一、泪堂长痣。泪堂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与情感运势等，而一般在泪堂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苦命，生活运势比较差，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自己个人的福气浅薄，也没有啥大的赚钱本事，日子多半都会比较辛苦。而且这样的人生下的孩子体质也会比较差，注定日子过得比较辛苦，一辈子都不得闲，儿孙也没啥大出息。二、人中长痣。人中位于鼻梁下巴的凹槽处，也会连接嘴唇，而一般在人中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女人身体的体质差，也没有好的生殖能力，孩子的体质比较弱，个人的智力发育也不是特别的高，在事业上的成绩不好，而且这样的女人命中少子嗣，甚至连自己稳定的收入来源都没有，一辈子都会过得辛苦劳碌，注定发达不了，日子过得艰辛。三、额头有痣。在相学中，一个人的额头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智力发育比较一般，出生命苦，看钱看得比较重，目光短浅，只在乎眼前的一丁点的利益，所以这样的人注定都发达不了，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，没啥好的发展，而且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若是想要得到成功，必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。四、鼻梁长痣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等，若是在鼻梁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天生的运势比较差，命中无财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证，而且也会对自己的婚姻运势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，最终一辈子的福气浅薄，日子也会越来越辛苦，难以过上富足的生活。五、背部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背部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穷酸痣，而且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长有这样的恶痣，代表这样的人天生命比较苦，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劳碌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成功，而且这样的人没有啥好的才能，注定只能够过苦日子，没有啥好福气，甚至还会连累孩子，辈辈受穷。六、下巴中间凹槽长痣。若是一个人在下巴的凹槽位置长有恶痣，则属于害病痣，一般有这样痣象的人，身体的健康状况不是特别的好，平时的精力不足，需要不断的为金钱发愁，自己连稳定的事业也没有，收入也不稳定，甚至自己辛苦大辈子，连一点点的积蓄都没有，一生获得贫贱。七、眼白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眼白位置长有恶痣，看起来非常的明显，则这样的女人心机重，个人的城府也会比较深，对自己身边的人心肠也会非常的坏，就算是之前对他们再好，一旦有一点的利益惹住他们，就一定会报复过来，简直就是白眼狼。婚后也不懂得持家，与全家人的关系都相处不好，连累丈夫众叛亲离，日后有困难也是自己扛，婚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难。八、脸颊有恶痣。痣因为大小、位置、颜色不一样，所代表的意义也会大有不同。若是女人的脸上的痣象长得非常不端正，形状不规则，颜色也是暗淡无光，则这样的女人自身的福运比较差，对她们的财运、婚姻运势、福气都会造成严重的影响，一辈子都难以有大的成就，日后的生活经历的苦难也会比较多，福气差也会连累自己的伴侣受累，
自己受苦，全家都倒霉。9. 嘴角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女人的嘴角位置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女人整日就没有大事，就喜欢说各种的八卦，天天在外边嚼舌根，让别人看见就害怕，只会连累丈夫的名声也会被败坏。常常说别人是非的人，自己也必定会是是非人。所以最终这样的女人婚后必定给自己的伴侣招惹不少的麻烦事，败坏家运，家财必定不幸，也会祸害孩子的运势。10. 发际处长痣。生活中一般痣长在脸上的比较常见，但如果一个人的痣长在发际线边缘，并且位于靠近日月角的地方，这个痣并不是什么好痣。有这种痣象的人大多命途不顺，并且这种人在中年时期容易遭受灾祸，特别是出行方面，可能是天灾或者人祸，即使躲过去，以后的运势也不会太顺利，并且这种坏的运势还会波及自己的家人，钱财不顺，事业难成，并且还有破财的危险。11. 胳膊长痣。胳膊上长痣是很少见的，但如果此处长痣，则说明其人一生操劳忙碌，很少有能享福的时候，并且这里的痣颜色越深，说明其人的劳累程度越大，在事业工作上很可能会努力工作而得不到足够的回报，一生碌碌无为，事倍功半。12. 臀部长痣。有些人的臀部会长胎记或是长痣，而相学中认为臀部上长痣的人命犯桃花，这种女人外貌比较出色，深受异性的青睐，但是比较遭受同性的排斥。身边的知己好友不多，大多是对自己有意图的男性。女人长这种痣很可能成为第三者，插足别人的家庭，最后的结果自然不可能会好。13. 迁移宫长恶痣。迁移宫位于额角的位置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太阳穴。若是在此处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生活居无定所，常常容易搬家，或是与家人聚少离多，没有一个稳定的居住地点。所以一般这样的人常常为金钱发愁，自己也没有发大财的本事，收入不稳定，很难给家人提供稳定的生活，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证不了。14. 脚背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背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劳碌痣。通常拥有这样恶痣的人，日子过得比较辛苦，常常是奔波中度过，就没有清闲的时候，一辈子都在为赚钱而奔波。但是这样的人自身的财运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很少有清闲的时候，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。15. 小腿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小腿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常年需要在外奔波，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，尤其是与自己的缘分非常的浅，晚年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辛，身边也没有人伺候，日子过得凄凉清贫，享受不到亲情的快乐，一辈子都是劳碌命。有以上15种志向的人，一般都是辛苦劳碌命，但这也并不是说一定就是劳碌命。一个人的命运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，志向只是其中一部分，只要自身其他命理特征好，或者自身足够努力，也可以过上富贵享福的日子。古代面相算命之说由来已久，面相是一种透过观看面部特征的方式来论命的民间学问。常言道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好的面相自然能让人有好福气、好运气，反之败相的话，自然会把运气给赶跑了。那什么是败相呢？大佬今天就来分享一些败相的特征，希望你一个都没中。1. 头小。所谓头小，也是相对于头部和身体的比例来说的。如果一个人的身子长得较为宽大，头比较小，整个身体的比例看上去不是很匀称的话，男人如此则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但是婚后会对妻子的运势造成一定的阻碍。而女人如此的话，
自身事业发展不错，个性比较强，容易对丈夫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影响。男子仿父，女子仿夫，家中容易出现一强一弱的现象，夫妻之间的关系不够和谐和顺利。脸小额头窄，而脸小则是相对于整个头部而言，如果头部长得较大，但是脸型较小，额头尖窄的话，整个脸型看上去就会显得单薄无势。首先来说，这种人一般家世和出身一般，很难得到来自于家中的扶持和帮助，凡事都要靠自己去努力打拼，很早的时候便不得不进入社会闯荡，而且智慧有限，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，想要获得成功，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出很多的辛劳才可。眼睛小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、心理和交际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长得狭窄而窄小的，这种人一般小聪明比较多，但是缺乏大智慧，考虑问题时目光也比较短浅，只注重眼前的理智，不注重长期的发展和效益，容易因小失大，经常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与他人发生矛盾，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，人缘比较差，经常容易得罪人，而且喜欢一意孤行，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，所以遇到困难时也没有人愿意出手相助。耳朵小，耳朵在面相学为肾之外窍，主一个人的寿命、健康、智商和福气。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较为薄小，没有耳垂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肾气不足，身体健康状况欠佳，容易受到疾病困扰，而且智商不高，心性不够坚韧，做事缺乏坚持，思考力和判断力都比较差，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就会显得焦头烂额，不够冷静和理智，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气，所以一生劳碌辛苦，却难有作为，寿命难长。鼻子小，鼻子在相学中也称财帛宫，主管着一个人的财运、财库、财路和蓄财力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长得较小，或者鼻翼偏小无视的话，这种人一般为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小心和谨慎，对自己缺乏自信，缺乏决断力和魄力，遇事总是畏首畏尾，容易错失很多的机遇，而且理财能力比较差，挣钱比较困难，即使能挣得一些钱财，最后也很难守住，一生的事业财运和仕途运不佳，难有什么大的成就。嘴巴小，嘴巴是一个人说话吃饭的重要部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表达交际能力和享受欲，在相学中称为出纳宫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对待金钱的态度和钱财进出能力。如果一个人的嘴巴长得较小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内向和保守，做事谨慎小心，缺乏气度和勇气，遇到困难就容易不知所措，个性方面也比较孤傲，有着很强的自我优越感，人际关系不是很好，花钱时大手大脚，不知道节俭，也没有储蓄和理财的观念，容易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，与大富贵无缘。鼻梁骨突出，鼻梁为极恶宫，代表一个人的自尊自信。面相学中认为，如果一个人的鼻梁骨突出，则说明其人是天生反骨。鼻梁骨比较突出的人太过于狂妄自大，他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，就算别人是为他们好，提一些建议或意见都不会听进去。这种人最擅长的一条路走到黑，别人的劝诫他不在意，等到最后孤立无援的时候，也没有人会伸出手帮忙。眉毛杂乱，若是一个人的眉毛稀疏杂乱，则说明其人的心思很重。面相学中认为，眉乱则心乱，这种眉相的人猜忌心重，对别人都比较不信任，只相信自己，不会轻易去接受别人对他的好，还会怀疑他们另有所图。他们这样的想法不仅寒了别人的心，
也绝了自己的路。单靠一个人去闯荡，最后什么都干不成事儿，还会给自己惹一身麻烦。腮骨外凸，若是一个人两腮无肉，这样就会显得腮骨比较突出，而腮骨比较大的人野心强，欲望大。他们这种人的欲望往往体现在生活方面，喜欢吃喝享乐，说好听点是懂得享受生活，说难听点就是混吃等死。就算他们能从家里得到丰厚的财产，也会随着自己的挥霍无度而坐吃山空，到最后生活会过得很不如意，生活拮据困难。即使这样，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有错，而是会责怪身边的人。胡须过硬，不管男女，胡须过分旺盛过于蓬乱都不是好事儿。男人胡须过分旺盛，毛发过粗过硬，容易性情粗暴，像李逵张飞一样性情极端，酒后闹事儿，克妻克财。女人胡须旺盛比较明显，包括体毛粗黑而硬，明显的阳性过激，容易性情极端，克夫之命，家庭很难和谐。眼睛无神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其人心里最真实的情感。若是一个人的眼睛大而有神，清澈明亮，并且黑白分明，那么这种人一定是心地善良，为人正直。但如果眼睛无神，眼神游离不定，看起来给人一种精神不振的感觉，说明这种人缺乏自信，没有主见，很难获得一定的成就，无法积累金钱。即使通过加倍的努力获得一些财产，也会因为一些原因白白流失，生活过得比较穷困潦倒，久而久之也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。有以上特征的人，通常运势都不是特别好，但并不是决定的。如果通过后天的努力也能改变这一情况，希望大家可以正确看待。贱，顾名思义就是穷困又没有社会地位。从相学的角度来看，一个贫贱命的人必定会有贫贱的相貌特征。通过观察其相貌体征，我们也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是贫贱命。接下来大佬就给大家讲一讲女人和男人有哪些面相特征，一生比较穷苦。快来一起了解一下吧。一、女人的10大贫贱之相。一、耳垂小。如果一个女人耳垂非常小，或者是没有耳垂的话，说明命格是非常差的，从小生活坎坷，即便成年以后也很难拥有富贵理想的生活。这种面相的女人大多身体情况也不是很稳定，很容易患上一些重大的疾病。二、连心眉。如果一个女人是连心眉，也就是2条眉毛连在一起，将印堂遮住的话，说明心胸狭隘，嫉妒心非常强，眼睛里容不得别人，属于斤斤计较的类型。这种类型的女人人际关系极差，生活当中容易得罪人，没有什么朋友，更没有贵人帮助。三、朝天鼻。如果一个女人是朝天鼻的话，说明有破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手中存不住钱，就算努力得到了一些财富，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财富流失。并且猪鼻子的女人大多性格大大咧咧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容易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。四、额头凹凸不平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女人的额头凹凸不平，有凹陷或者歪斜的情况的话，说明自身的命格是非常苦楚的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，生活经历非常复杂，尤其是到晚年时期，大多会孤苦一人，无法安享晚年。五、双眼无神。如果一个女人双眼无神，就像死鱼眼一样，给人一种没有精气的感觉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大多感情比较坎坷，在追求真爱的道路上会遇到很多困难，
并且婚后的感情状态也非常不稳定，离婚的概率极高。另外，双眼无神的女人身体情况不是很好，抵抗力差，容易遭遇疾病的侵袭。6. 山根有起结。如果一个女人山根有起结的情况，说明在婚姻关系方面是非常不如意的。这种女人选择男人没有眼光，容易遇到渣男，婚后的生活可谓是多灾多难，不仅与丈夫之间矛盾重重，与子女的关系也非常不好，很有可能会出现众叛亲离的情况。7. 牙齿漏风。在相学当中，牙齿漏风是非常不好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女人口齿不清，语言表达能力较弱，难以担负重任，在工作方面的发展是非常不如意的，并且这种类型的女人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矛盾，会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和麻烦。8. 颧骨高。如果一个女人颧骨较高的话，是典型的克夫之相，不仅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磨难，自身的命格也很苦楚，一生坎坷不断，命运多舛。9. 眉毛尾部稀疏。如果一个女人的眉毛尾部比较稀疏，说明命中会有散财的风险，时常会因为物质所困，很难拥有富贵的生活。10. 嘴巴大。嘴大的女人命格也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嘴大的女人往往口无遮拦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，也会招惹很多是非与麻烦。财运方面也会因为没有节制的消耗而损失钱财，难以有丰厚的储蓄，所以时常会有经济拮据的窘境。2. 男人的10大贫贱相。1. 两眼无神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两眼无神，总是给人一种刚睡醒的感觉，说明是非常没有精气神的，做事也没有耐心，对于生活总是充满了消极的情绪。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打拼精神，难以在事业上取得成就，因此生活状态也会非常坎坷。2. 两腮无肉。如果一个男人的两腮无肉，给人的感觉非常寡淡，说明生活状态不是很如意，尤其在财富方面难以聚财，生活质量不是很好，同时也难以给家人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保障。3. 鼻梁凹陷。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凹陷，说明一生孤苦，容易出现破财的情况，经济状态非常拮据，时常会因为钱财的事情烦心。另外，这种类型的男人对感情的态度也很随意，容易被外界的诱惑影响。4. 牙齿参差不齐。在相学当中，牙齿参差不齐是典型的漏财之兆，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会出现财富流失的情况，即便赚钱能力再强，也难以聚集财富，生活质量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越来越差。5. 头发枯黄。如果一个男人头发枯黄没有光泽，说明健康情况不是很好，在生活当中会被疾病困扰，总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。这种类型的男人自身意志力薄弱，在打拼的过程当中容易被诱惑干扰，尤其面对金钱诱惑的时候，很容易做出不法的行为，因此也会把自己推向绝境。6. 桃花眼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是桃花眼的话，说明对感情的态度是非常不忠心的，婚后容易做出背叛家庭的行为。正因为他们的感情状态不稳定，所以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发展，甚至还会因为感情问题而陷入人事纠纷，
给自己招来很多祸害。7. 声音柔弱低微。声音柔弱低微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，因为这种特征的男人大多缺乏魄力，做事不够果断积极，很容易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一些好的发展机会。这种类型的男人缺乏自信和坚定的立场，因此也很难受到他人的信任，给自己的发展造成很多不利。8. 眼神浑浊。在相学当中，如果一个男人的眼睛浑浊，黑白不分的话，说明会有破财的征兆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大多心术不正，做事没有耐心，为人自私自利，凡事只考虑个人得失，没有顾全大局的意识和观念。9. 嘴歪。如果一个男人嘴歪的话，也是非常贫贱的征兆。嘴歪的男人大多口齿不清，说话含糊其辞，会给人带来很多不好的感觉。这种类型的男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无人给予帮助，再加上资质平庸，所以很多方面都是非常不如意的。10. 形象不佳。如果一个男人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像流氓地痞一样，完全没有绅士风度，那么这种类型的男人也是非常贫贱的。尤其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自身运势越来越差，会经历很多坎坷与磨难。如果一个人有上述这些相学上的缺点，就很难有宏大发展。少数一项也许可以用其他方法弥补，若是吻合的项目越多，那就越糟。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你更改，天生此相只能认了。不过心地一定要善良，行事讲正义，用天地正气来补相格不足，也会变佳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